今天来的呀，一个是 SG 的首席技术官，一个是运营部总监，让我一个没有任何职位的小兵跟他们谈，你说这算什么事儿啊？多积攒点经验也是好的。职场的核心铁律是晋升，没有晋升就没有积累，做再多事情也都是原地踏步。这是私人通话，请你尊重别人的隐私。你想要隐私，那我建议你以后不要在公开场合打视频电话，不在自己身上找问题，什么事都先怪别人，也许这才是你一直无法晋升的原因吧。你是？男朋友还是老公？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管好你自己的事儿吧，不要偷看别人手机，没礼貌。徐总，徐总，啊？哦，徐总 ，SG 的徐总。不好意思，来晚了。哎呀，实在是不好意思呀。哎，上茶，小罗，上茶。哎，上茶。我开完会以后啊，就去旁边的餐厅吃，那家餐厅特别好吃。我认识那个老板，是特色菜，它是这个柬埔寨的菜。夏言，你这干什么呀？你这是？徐总忘了介绍了，这呢就是我们这个项目的负责人，夏言。不用介绍了，我们见过面。徐总你好，都是误会啊，希望您别介意。时间不早了，赶紧开始吧。赶紧开始啊！没错，光我们的竞争对手，就瑜伽类的就不止2、3个，还不包括减肥操、舞蹈、普拉提，当然还有一些综合类的健身 app。我想把爱瑜伽整合到 SG 秀我的平台上，是徐总您下一步的规划吧？可是，我为什么非得选你们呢？比起其他瑜伽类的 app， 我们做的最好的正是平台与用户之间的交互，所以我们更适合秀我。徐总，我想这正是您今天坐在这里的原因吧。双爷，夏小姐这一番言辞的确很有感染力，毕竟这生意场上嘛，最终还是要靠产品说话。不是徐总，你再考虑一下。爱瑜伽虽然仍有瑕疵，但尚在可接受的范围内。从今天起，项目交接就由夏小姐和我们运营部薛总监负责。我不跟你谈。可是我们约好了今天的。我是 SG 的运营总监，你是星辰科技的普通职员，我们2个交接工作，这合适吗？确实不合适，但是我们星辰运营部总监的位置已经空缺了很久了，总监的工作也都是由我代理的，所以你们星辰这样的小公司做事情不规范，我是知道的。你们平时什么样跟我没有关系，我也管不着。但现在既然跟 SG 合作了，就应该有合作伙伴的样子。等你拿到正式头衔再来找我谈吧。可是薛总监那边好像不太配合，所以进度一直在被耽搁。怎么了？你得罪他了？哪能啊！我巴结他还来不及呢。小夏呀，这我就不得不说你2句了。你说你吧，平时吧看着脑子挺灵活的呀，怎么现在一根筋呢？你又不是不知道，这个爱瑜伽这个项目，最终能够收购的拍板的，是那个薛总监吗？啊，当然不是啦。你就算拿他没办法，你再想想别的办法嘛。啊？
我觉得这徐总啊，对你印象挺好的。孙总，你也知道，爱瑜伽这个项目，这是我们这1年用尽全力开发的项目，对不对？不管你用什么办法，也一定要把这个工作交接完成啊。不就一个运营总监嘛，这算什么？明天就能解决。好，孙总，您放心吧，我一定会全力以赴的。早啊，大家！你这蓝衬衫很好看嘛。哎，大家听说了没有啊？一会儿孙总有重要消息要宣布，什么消息啊？大清朝召集我们来开全体会议，和夏言有关。夏言？哎，你忘了？之前孙总不就说吗？和 SG 的这个案子谈下来，就升你做总监。哎，我可听人事部的同事们说了啊，工牌都已经做好了。来了。大家早啊！今天叫大家开个会。我们这个运营部的总监一直空缺了很久，都没有找到最好的人选啊。因为大家也知道，运营部对于我们公司来说那是核心，重中之重。我相信，这位新的总监一定不会让我们失望。没错。下面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这位新的总监乔思思，乔总监。哎呀，有请。有请。哎呀，真的是，哎呀，你看我太激动了，啊！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乔总监啊，毕业于伦敦商学院海归硕士，之前啊在一家500强的企业做营销总监。大家也知道，我们公司最近就要转型拓展金融科技业务，我相信思思乔总监在这个方面的知识和经验，那是相当的丰富啊！我们要多向他学习。夏言，你说这老孙也太不厚道了。爱瑜伽是你熬夜加班做出来的，卖给 SG 也是你连续加班1个多星期做出来的方案。这刚一卖出去，就立马拉一人进来享受胜利的果实，这太过分了。哎，我跟你说啊，这个乔思思啊，还是孙总的小情人。你可别瞎说，我亲眼撞见的，他俩在办公室。我偷偷录了音频，我给你听啊。我给你找。算了吧，你让我休息一会儿啊，我自己待一会儿。那我发给你。要不是我想多攒点钱，今天我就去跟老孙说我不伺候了。小财迷，我这不是想赶紧跟你过上幸福的小日子吗？本来答应好的升职加薪，这下全泡汤了，手上的项目又被一个一个的抢走，别提多心寒。要是真的不开心的话，就辞了吧。星辰也不是什么大公司，以你的能力、你的才华，去那些大公司，还不被他们当块宝一样供着呀？我再想想吧。不过我可真没想到啊，那老孙他老婆陪着孩子在国外上大学呢。他前脚刚给老婆打完电话说：“哎，你辛苦了。”后脚就把那个小情人安排进公司了。你说这两副嘴脸，真挺恐怖的。哎，你们男人是不是都学过伪装术啊？怎么了？没事儿，撞到箱子了。你小心点儿。啊，不是所有男人都那样，你也不要多想啊。我知道，这不是前脚有个刘一鸣，后脚又来了个老孙吗？我怎么？难不成还怀疑我？喂，
我们都异地那么多年了，我还能怀疑你呀？对了，你工作交接都完成的怎么样了？快了，再过几天我就可以飞到你身边了，到时候别嫌我粘人哦。你都为我转战新州了，我感动还来不及呢。到时候啊，你就尽情的粘我吧，让我体会一下被男朋友粘住的滋味，无法自拔。夏言，我听说你因为方案的事去找孙总了。哦，之前交上去的方案名字被数错了，所以我过去问了一下。这事儿我就得多说你2句了。我们是一个团队的，这方案的思路和想法是开会的时候我提出来，大家一起补充的。你呢，花了些心思把它整理出来，的确是很辛苦。但是这样揽功的心思可不应该有啊！我一直很欣赏你，不然也不能把这么重要的工作交给你啊。我们公司的挺聪明的，非常的，这次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就是非常的柔软。是不是有人故意挑拨了什么呀？要不这样，你也别整理方案了，把这些材料处理一下。他们慢慢就会柔软的。这些文件交给实习生来做就行了。下班之前交给我。哎，行了，我送你。不用了啊。小夏不是在吗？哦，哎，小夏，哎，来，送点石头。我本来还以为来 SG 做交接的是你呢。这些都是公司安排的，交接的事情，徐总您不用担心。我没有在和你说交接的事儿。我觉得你不是一个在真相面前不敢面对、委曲求全的人。徐总，您的意思是？我的意思是，你最近的日子过得还挺水深火热的吧？你这么聪明，知道自古功高盖主的都难得善终吧？所以接下来，你是打算继续留在公司忍辱负重，还是急流勇退啊？谢谢徐总您的关心，这些事情我自己会处理好的。哇，看来还真是在温室里待太久了。温水煮啊，渐渐熬去了你的斗志。你现在是一点往外跳的意识都没有了。徐总，您对合作公司的员工说这些，不太合适吧？什么？不合适的我都在你们孙总面前说完了。啊？哎，你跟我们老板说什么啦？哎，你到底说了什么呀？从我的角度看，如果有更好的选择，辞职其实也不错的。对了 ，SG 不是给你发出过面试邀请吗？怎么想的？哦，他们的人事部给我打过电话了，说有猎头推荐的，想要挖我，但是我还没想好呢。什么叫没想好啊？你们老板那卸磨杀驴的事儿都干得出来，你还为他卖命，是驴吗？去，就乔思思这种笑脸迎人、一肚子坏水的，指不定整出什么幺蛾子，你自己小心点。我倒不是怕他，我只是对孙总比较失望。我现在在公司啊，重要的项目我都碰不上，丢给我的都是些杂七杂八的活儿。我一毕业就进入星辰了，整整6年了，想到要走，我还有点舍不得呢。或许那个姓许的说的对，温水煮青蛙，我好像有点害怕面对外面的世界。你知道我查房的时候，经常会听到那些患了重病的患者和他的朋友和家人聊天的时候都说些什么吗？什么？他们会说，如果想当年我怎么样就好。人生总是有很多遗憾，但是比起错误的决定，犹豫不决更让人遗憾，不是吗？这是乔总监这几天给我安排的工作，我都做完了。孙总，我要辞职。小夏呀，你是干嘛呀？这是，之前咱们不是沟通好了
吗？不，心里还有别的想法？年轻人格局要大一点，要用发展的眼光来看问题吗？这样，咱不等这个 SG 全款结下来，爱瑜伽一旦交接结束，我就给你发奖金，下一个季度给你涨工资，东京奥运会一完你就当总监，不走了吧？其实这些都是次要的，最主要的是我个人的发展期望跟公司未来的规划不太合。这些年我在公司学到了很多，也成长了很多，感谢公司可以给我这个平台。其他的我也不想多说什么了。如果以后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孙总你可以找我，能帮的我一定会尽力的。孙总。小夏，你先回去，咱们都好好想想，可以吗？毕竟，像我这么支持你的老板不多哟。等，我送你，我送你。啊，稍等。哎呀，对，来，拿着。这个好，这个水特别好，它有点甜，你知道吗？哎，对身体特别好，喝了也会降火啊！好走啊！怎么？他不干了？我真的想不到，怎么就来这一出？要走就让他走呗，既然心已经留不住了，你强留他，他还能安心给你办事儿？不是你说的东西，你知道吗？现在新城很多项目都是他负责，他要一走的话，一时半久我找不到人的。我看呢，他今天就是来找你逼宫的。走，哎呀，坐下嘛，来，喝茶。哎呀，我让他一下子走也行，但是万一他去了 SG， 回来失败怎么办？去 SG， 他也要能去得了才行。你好，我是来面试的，这是我的面试邀请函。好的，稍等，我查一下。夏言是吧？对。好。你好，我是来面试运营部运营岗位的夏言。坐。好。为什么想来 SG？ 基于了解，也基于挑战。SG 目前主推以女性用户为主体的项目，这和我之前工作负责的项目有所重合，也是我一直比较感兴趣的领域。当然了，作为新州地标性的互联网公司 ，SG 是每一个运营都想来的地方。我已经从业6年，我认为我做好准备了。年轻人还是不要盲目自信的好。从运营的角度评价一下秀我吧。秀我和其他电商比起来，对用户的划分更为准确，这对推广运维来说有利有弊。好处在于用户具备共性标签，省去了前期推广时对用户的筛选，但同时也为秀我后期的维护增加了难度。主要依靠网红自己与商家的合作，通过接广告的方式。可是女性社交电商平台不止秀我一家，这就是问题所在。你的情况我们已经了解了，有什么结果我们会尽快通知你的。谢谢。你们觉得怎么样啊？挺不错的，专业过硬，想法也挺多。
而且经手的项目成绩都不错。我觉得也不错啊，看来薛总监又有一名得力助手了。但是这个人呢，曾经是我们合作公司的员工，如果把他招进来，可是有挖墙脚之嫌的，在业界影响口碑都不好。他的面试邀请是谁发的？好像是徐总亲自让人事部发的。这是等价访谈的几个基本要点，就我们最近收购的几个应用谈一下公司未来的发展规划。像这几个问题，就交给你来回答吧。徐总，你怎么来了？薛总监，人事部没通知你吗？我就是接到了通知才过来的。我通过了贵公司的前2轮面试，评分都很高，自认为3面也不错，却被薛总监给淘汰了。所以我想过来问一下，我到底是哪里不足，日后我也好有所提升。他被淘汰了？对，面试结束之后，我向清晨的乔总监确认过，他说夏小姐是因为无法胜任运营部的工作而被辞退的。辞退？怎么会是辞退呢 ？SG 一向用人谨慎，档案上有不良记录的人，通常首面就会被淘汰。你之所以能通过2轮面试，只是因为星辰那边的档案更新速度太慢了。我明明是自己主动离职的。关于这一点，我不能只听信你的一面之词，除非你能给到我有效的离职证明。徐总，我的决定没有问题吧？从程序上说，确实没错。程序，我之前在星辰的工作成果，你们2位也都看到了。至于乔总监为什么那么说，薛总监你应该心知肚明。难道程序真的比真相还要重要吗？当然不是，重要的是结果。如果真如你所说，你是被人陷害的，那也只说明你这几年的人事关系处理得非常失败，自我保护意识不足。以后你要学会看人。薛总监说的没错，任何的空话都没有意义，重要的是如何让星辰收回他们的诬陷，把辞退记录消除。如果星辰可以消除我的辞退记录，你们2个是不是就愿意给我一个公平的机会？当然。面试已经结束了，人事在12点之前会确定录入名单。现在是上午9点半，也就是说你还有2个半小时的时间去确认自己的清白。好，我证明给你们看。这是我打印好的离职证明，证明我在星辰的这些年没有任何过失，是主动辞职。请签字盖章。本来以为用不到这个的，没想到还是走到了这一步。那我们就白纸黑字的写清楚。怎么？他们给你写成被辞退了呀？哎，我真的是不知道这底下的人是怎么办事儿的。不过这人事部那边也是按程序走的，我这里有点忙，要不这样，你改天再来，我帮你问。我今天就要把事情给办了。那我可帮不了你了，我这儿还有个会要开，而且你已经离职了，在这里进出也不是特别方便。要不这样，你先到外面去。好，我本来是不想让孙总为难，才过来找你的。既然这样，我只能去找能办事的人来办。你找谁都没用，这离职证明得孙总亲自签字，我们才能盖章。但是这孙总今天好像还有事儿，来不了。喂，今天不准来公司，谁的电话都不要接。无法接通。孙总，孙总，孙总，孙总。我们公司的未来发展方向不光是向外做进一步的拓展，而且是要向内做进一步的改变，尤其是在用人机制上，因为人才永远都是发展与创意的核心。
我们呢会推陈出新，也会。夏言，都这点儿了，你也该饿了吧？怎么样，要不要跟我一起吃饭去？我等孙总一起吃。等孙总？你等孙总恐怕要等到明天了吧？思思，徐总呢？我怎么知道？我就知道，如果是徐总过来，孙总就算有再忙的会，也还是要赶过来的。刚才那个电话，不是徐总助理打的吗？打电话的是我的闺蜜。夏言，有什么事儿呢？现在就去办公室慢慢说。钱。今天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吧。徐总，我们还有很多重要的问题没有谈。我们继续吧。孙总，我记得当天就是在这间办公室，我亲口向您提的辞职，怎么现在变成我被星辰辞退了呢？我在这里进进出出了6年，从来没有想过会被人从这里赶出去，更没有想到为了一张简单的离职证明变得这么困难。夏言呐，我呢一直还是很器重你的，很上进，很精明，为公司也创造了很多的价值。但是，就在你离职的这前1个月，你因为个人的情绪，导致你工作上极大的失误，好几个项目因此都耽误了，你知道吗？孙总，那您具体能说明一下是哪几个项目被耽误了吗？您要是理不清楚的话，我们就去申请劳动仲裁。如果是因为我给公司造成了损失，我愿意赔偿。这个，好，项目的事情再说。但单凭 SG 未来3年的短期的规划和我们星辰未来项目，那可是存在着竞争的关系。你作为星辰的资深的运营，就算你离职，短期之间我也不会让你去 SG 的。我当初跟星辰签的劳务合同没有签就业禁止协议。无论如何，这份离职证明我是拿不到了，是吧？好，那我们就走法律的途径，并把这件事情公之于众。亲爱的，你太坏了！昨天晚上你折腾的那么……放心吧，这是我第1次听，也是最后一次。过会儿我就删除。原本我刚刚生气的时候，想过要拿这件事情来报复你，但是后来我想明白了，没有必要拿别人的为难来降低自己的评分。孙总，咱们劳动局见。哎，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夏言，其实吧，我这么做都是舍不得你走，但是吧，你有更好的平台可以去发展，我从内心个人觉得很好哟，我愿意啊。这样，我现在就去帮你把离职证明也办了，好不好？子思，
夏言，把离职手续给办了。我不去。现在去办呐！你凶什么凶啊？不去。徐总再见。好，谢谢你。夏言，你来晚了，已经过了12点了。20分钟前，我已经把离职证明交给人事部了，这个是副本，你们看吧。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解决问题，夏小姐的工作能力确实不一般。即便如此，我们还是不能录用你。为什么？刘一鸣你认识吧？听说你带着几个朋友大闹他的婚礼，甚至还招来了警察。我们 SG 可是上市公司，是不会雇佣那些喜欢惹是生非的人的。刘一鸣和我朋友本来都已经准备结婚了，可是他却婚前出轨，所以我朋友就跟他分手。可是他却在同样的时间、同样的地点跟他出轨的那个女人结婚了。我们那天去婚礼现场，只是想让大家知道刘一鸣的真面目，还我朋友一个公道。如果这样在你们眼里也算是惹是生非的话，那么 SG 确实不适合我。等一下，既然是对方有错在先，婚礼的事就不能算是过失。薛总监，这事儿你确实应该重新考虑一下。不用了，因为档案的问题就轻易地否定掉一个人，甚至都没有向当事人求证，这样的公司不进也罢。确实不能因为档案问题就轻易否定一个人，当然，也不能因为一个人的言行就轻易否定一家公司。你说对吗？月薪2万，持5星，3个月试用期，下周1入职。还没下班？徐总，没事，坐。啊，达人秀的事情时间比较紧张，所以我加了个班，整理点方案。准备的怎么样了？线上的宣传是美琪他们组在负责，主页的宣传海报已经和企划部对接过了，还有比赛页面的功能需求和产品部已经开过会了。线下的发布会还有活动场地是艾米和悠悠他们在负责，具体相关物料已经开始筹备了。听薛总监说，达人秀的名单还没敲定。嗯，还差15个。看什么呢？笑成这样。你看看，这小孩是不是挺逗的？小胖子哈，逗吧？嗯，还穿个恐龙的衣服。饿了吧？要不我去把汤端出来，我们先吃。嗯，要不等夏言回来我们一起吃吧。没关系，等他回来我再给他做嘛。嗯，那我去吧。没事没事，坐着去。来，汤好了，我拿下垫子。小心点。冬菇乌鸡汤，你们女生喝了补气养血。来，好香啊！真羡慕你们。你说当时我们学校啊，有那么多对儿，我们认识的人里面，到现在还在一起的，也只有你和夏言了吧？我梳理了一下网红的名单，发现了一个问题。我们找的网红类型太过单一。这事儿和薛总监商量过了吗？还没有，我只是梳理了一下名单，写了个方案初稿。
我看看。目前大众所认可的网红，普遍都是长相漂亮、打扮精致的女生，但其实这样的女生只是生活中很小的一部分。所以我在尝试，我们可不可以打破既定观念，加入不同类型的达人？像互联网这种讲求效率的公司，它现在又在 SJ 这种大公司，而且又是在试用期，竞争压力肯定太大了。如果想留下来，必须要付出加倍的时间和努力。我明白，像我们这种从外地来这打拼的年轻人，想要找到一份稳定的、有前途的工作，站住脚，太难了。我弟前2天还说，最近要过来找工作呢。我帮他递了好几份简历，一点消息都没有。你说现在本科生、研究生，他们都找不到工作，那我弟一个大专生，他拿什么跟人家竞争啊？弟弟学什么专业的？市场营销，还没什么工作经验。哦，要不你把他简历给我一份，我帮他留意一下。还是算了吧。学长，你刚回来工作，自己的事情还没有忙得过来呢，我就不给你添麻烦了。这有什么呀？你是夏言的闺蜜，也是我在学生会就认识的小学妹，力所能及忙帮一帮，有什么麻烦的？真的不麻烦吗？你回头把他简历给我就行。那我替我弟，我敬敬学长。太客气了，来。别光顾着说话呀，快吃呀！好。是不是公司有什么急事儿啊？最近一家计算机培训学校在跟我们谈购买软件的事，可能是他们，我去接一下，你先吃。好。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板块，音乐。网易云音乐他们有10万以上的音乐人，我们这几年听的很火的、很流行的歌曲，都是来自于这个平台。徐总，你觉得呢？先按照你的想法梳理出来吧。行。吃饭吧。不了不了。紧张什么？让你吃饭又不是吃你。不是，我还要忙方案的事情呢。那这份沙拉我吃了，徐总你不介意吧？吃这么少？晚上吃太油腻的不健康。这鸡蛋给你吃吧，我不爱吃。您不吃就放着呗。浪费可耻。你这么晚还在下班，男朋友没意见？所以，咱们公司是不是应该考虑给员工发情感补偿费啊？可以啊。如果你们分手的话，我可以考虑补偿一笔费用给你。徐总，我虽然有工作，但是我也有个人的生活。你自己慢慢吃吧。方案就按照你的想法梳理出来，明天交给我。刚聊2句工作，又开始胡说。